从 Launchpool 挖矿到 MegaDrop、Hold 空投以及备受瞩目的阿尔法积分体系下的 Web3 钱包 TGE 活动、阿尔法空投，币安的赚钱效应持续迭代，为不同风险偏好和资金体量的用户提供了机会。然而，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活动，许多散户的话常常会感到眼花缭乱，不知道从何下手。本期这支影片呢，将深度梳理币安当前主流的阿尔法积分赚钱活动，详解活动的核心规则、参与的流程以及最新的收益情况。更重要的是，将在最后总结稳健持有 BNB 和积极刷阿尔法积分两大核心策略下的具体赚钱路径和技巧，帮助大家在币安生态当中高效掘金，实现收益的最大化。说了这么多，如果你是刚入圈没多久的新人，或者是正准备进军加密行业，请一定要注册全球第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我们在视频下方放置了注册链接，使用注册链接的话，可以享受全网最低手续费减免优惠，以及新手大礼包、盲盒体验金的奖励，赶紧注册起来吧！并且我们同币安交易所开发了量化机器人跟单，使用闲置资金参与我们的跟单，就可以增加闲置收入。在教程开始之前呢，我觉得很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则信息啊。阿尔法它是币安钱包的一个内置平台，官方自己介绍是上架前代币的观察池，为小代币们提供一个接触用户的一个平台。但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交易所之间的竞争。币安作为全球第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去年上的币质量不佳，已经被用户狂喷了，不能在什么样的小币种都上了。但是看看那些三流交易所靠着疯狂上新吸走了资金和流量，他又不甘心，于是推出了这么一个平台。顶级交易所的体验和用户量狙击那些小型交易所，就是为了给新平台引流。上个月的话也是狂发了福利。接着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币安阿尔法积分教程。那在开始之前的话，给大家分享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的话非常好用，只需要输入我们的目标积分，在15天的周期范围之内，我们需要拿到多少分会比较保险。那以现在目前情况来看的话，拿到240分，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应该是标准保险的。你不要想着每天都可以吃得到，因为它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大量的交易额。因此文本框当中输入240分的目标积分，交易所的余额的话，给大家拆解一下，它其实是币安无私钥钱包的余额加上我们币安交易所的钱包余额，一共是在什么样区间范围之内，你就勾选什么样的区间范围。那我自己的话是1000到1万，大概是2积分一天。在刷取阿尔法交易额的时候呢，我们仅推荐 BSC 链，因为它有双倍成交量活动。请注意啊，双倍成交量活动将在5月22日截止。那到时候又是一波腥风血雨了。我们先不说这么多，继续开始。点击一下计算，除了我们每天 balance 余额的2分之外呢，每日的均分是16分，意思就是说16减2要每天拿到14的交易额的分数。那这里呢，交易额的话至少是8192，但是因为是双倍的话，就可以达到它的这一个14分的要求，也就是16384。那所以呢，它是要刷28次。大概的话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去进行刷取了。打开我们的币安 APP， 选择交易所的页面，然后这里有个行情的板块，选择到阿尔法，支持的链的话是 BSC， 然后 ETH 等等等，我们以 BSC 为主。那在各位观众也在进行到一个刷交易额的同时呢，一定要再三注意啊，就是我们这边一定要选择成交额比较大的，排名靠前的3位。因为成交额大的话，它不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进行交易的时候，不是要将当前的这一个，那我先输入一下金额。我们下单之前的话，不是要将优先模式这里设置成为我们自定义，然后这里点击一下，选择自定义，滑点的话调成0.1，然后选择到正常，然后进行确认，这样的话去进行交易。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择成交额比较大的，也就是排名靠前的几位。那这样的话不容易失败。如果你一旦就是成交额不多的情况下，就不大的情况下，你去调成这样的一个滑点，很容易失败。那这里的话，我们相对应的调整之后呢，然后就不断的进行刷新。理论上来说的话，这个金额要无限趋近于它，甚至是要高于它。那现在我就是高于的，我就可以进行到一个下单。但是最好呢，我再刷新一次，因为我刚刚在这个页面上停留的时间比较久了，它这里很可能数据是金额的话会更改。那这里就靠不断刷新了。这边觉得金额差不多了，然后选择一下下单。那很多观众也会说，你当前好像也没有进行到一个更改自定义的那一个啊，那是因为我现在手机端操作不了。
然后呢，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刷交易额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人性证明啊，也是为了一方面避免工作室啊，那当然避无可避的，只要你亲戚认识的朋友够多。那这边的话，我已经下单完成了，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现在是 ZKJ 的话有这一个数额，然后我们选择到最大，然后不断进行刷新。刚刚交易成交量的话，应该是1151.89左右，是不是？那就一直要刷新了。单次磨损我要跟你讲一下，1000的话大概是0.5的磨损，如果在这个磨损范围之内的话，我觉得都是能够接受的啊。然后这里呢，自定的滑点一定要调整一下0.1，然后选择正常，我这里已经调整好了，然后这边选择到一个下单。然后确认一下，看一下最终收取到的 USDC 的话有多少。我先跟你讲，0.5的磨损是很正常的。你会看到，我刚刚是1151.89，然后现在是77，磨损还好。那所以的话 ，ZKJ 的话是相对来说比较稳的，但是它也会伴随一定的价格波动。在今天早间的时候，波动情况非常大啊，这个还是要跟你提前讲明的，并不是说刷取它就一定能够十分稳定。如果出现行情波动情况较大的时候呢，我们更推荐大家在另外一个时间段或者是半夜的时候去刷，请一定要控制自己的磨损量啊，这个很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再来到阿尔法的积分板块，这里除了能查询到阿尔法的空投 TG， 还有一个交易大赛。那交易竞赛的话是最近才刚出的啊。不过呢，截止时间的话也快了啊，也不是最近刚出了，它其实出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只是那个时候它没有把它提在这个门面上。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个 Sonic 的阿尔法竞赛和我们的 BSC 链的阿尔法竞赛。我们先以 Sonic 作为一个例子啊 ，Sonic 要跟你讲明一点，刷取 Sonic 的交易手续费非常高，我其实是非常不建议大家刷的。我直接跟你说一下吧，我大概刷取它的话，磨损1000的话，磨损10U。一点都不开玩笑，所以我们不推荐 Sonic。然后这里呢，给大家看到的话，目前入榜最低的交易额是3611，然后我的交易额已经达到7448，但是它只取交易量排名前1万的用户，你觉得你对这个交易额有信心能冲到1万之前吗？我觉得没有这个信心。那我们再来到 BSC 链的阿尔法交易竞赛，相信大家刷 BSC 链的话是非常多的啊。那我自己的话是以 ZKJ 作为主导的，所以你会看到我其他的交易额非常低啊。ZKJ 的交易额的话，目前入榜最低额度12万啊，它在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仅仅只有6万，我记得非常清楚。那现在已经飙升至12万，足以见得大家的疯狂程度。然后呢，我只能给你建议，就是你每天还是要去刷它的。那这个是没办法了。我这边的交易量的话是21万，但是我敢保证我一定排名前2万吗？不敢保证。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也就是每天多进行交互一下 ZKJ 吧，在满足正常的这个积分要求之外呢，那稍微再刷几次吧。然后呢，我们这边的话，其实交易竞赛的话已经讲完了，接下来就是各位观众也自行刷取的时间。在这支影片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币安的阳谋。币安涉及的阿尔法积分系统呢，以及每次空投和对家 TG 需要扣除积分才能参与的这个获得方式啊，实际上是一种相对常见且有效的平台运营和用户激励策略，但同时呢，也会带来一些值得深刻讨论的现象和影响。首先，推出积分系统核心目的的话，就是为了激励用户在平台内进行各种活动，例如交易、使用特定的产品、参与官方的活动等，从而提高用户的活跃度、粘性以及平台的总交易量和锁仓量。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市场反应。当用户感知到通过积分可以获得潜在价值的空投或 TG 额度时，尤其是在牛市预期或者是新项目热度比较高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积极的去参与赚取积分。全民制刷积分现象是这种激励机制带来的直接结果，反映了用户对潜在回报的积极追逐，但也导致了过度的竞争和非理性的行为啊。从交易所的角度来看的话，阿尔法积分系统是其巩固市场地位、提高用户粘性、驱动核心业务数据增长，并且最终实现用户中心化目标的有效手段。这在商业当中的话是完全可以理解和预期的策略。但其实对于我们这些用户而言，特别是一些散户的话，参与积分系统需要权衡投入的精力成本和潜在的回报。对于一些活跃用度或者大户来说的话，这可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额外福利来源。
但对于一些刷积分而进行不必要的操作的用户来说呢，需要警惕其中的一个时间和机会成本。还是希望阿尔法的话能够降低一点积分的门槛要求，让大家更多的能参与进来。我们追随阿尔法也有一定时日，每天特定会腾出一定时间刷交易额。我们希望得到回报是基于现在空头趋近于零的情况，长期看不到钱，那固然会选择一些短平快的阿尔法，以至于现在的项目不在乎本身空头份额的大小，只要是上了币安，社区激励全部给予币安平台用户，从而抹杀了原本测试网的份额。说不上来这是好是坏，其实说这么多是希望币安能够越来越好，能够多照顾一些散户，让更多的人进来分一杯羹。我们也能注意到币安有在积极调整没有领取完的额度的话能够再次分配出去，本身就已经有格局。最后呢，祝愿大家都能够财富自由。